女人都很害怕衰老，所以经常会寻找各种方法来保养。但是衰老是避免不了的。当开始衰老时，身体会出现3个变化，大家也要多注意。1、脱发。年轻的时候，女性头发都是乌黑且浓密的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人的头发会开始干枯，变得稀少，发际线后移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。2、鼻子变大。女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，胶原蛋白会流失，这时鼻子就会开始塌陷，鼻孔呢也越来越大。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，就可能是开始衰老了。3、屁股下垂变大。正常情况下，女性屁股应该是紧致有弹性的，但是步入中年以后，胶原蛋白开始流失，这时臀部就会开始下垂，身材走样，这也暗示你开始衰老了。上面这3个丑态，如果占了2个，就要多注意保养了。除了平时多运动外，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喝玫瑰花茶，玫瑰花有行气活血、调经止痛的功效，没事喝一点，能够让气色越来越好，帮助。坐办公室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大肚腩越来越明显，腰也变得越来越粗，曾经的裤子也穿不上了。但是自己没有时间，也懒得运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躺着就能做，每天睡前做10分钟，帮你减掉大肚腩。大家晚上睡觉前如果没事了，就可以躺在床上，或者是地上铺个垫子，平躺，将双腿分开成一个大8字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与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将上半身抬起来。抬起的同时，右腿和左手手臂也抬起，用左手尽量的去触碰右侧小腿，做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到10分钟。如果感觉到累了，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锻炼腹部肌肉，对减肚子、瘦身有很好的帮助，不过要长期坚持才行哦。想要减肚子的朋友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饮食，多吃水果蔬菜，避免久坐不动。坐时间长了就起身活动活动，这样可以避免大肚腩的出现，对身体健康。瘦肚子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通过饮食，也可以通过运动。那说到运动，很多人想到的是不是仰卧起坐？其实除了仰卧起坐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蹬腿动作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和肩同宽，双手在后背相互握住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左腿，左腿的大腿和小腿呈垂直的状态，用右腿支撑身体，腰腹部保持收紧，然后左腿用力的往后蹬，蹬10次，再换右腿往后蹬，也是蹬10次。每天做5分钟左右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肚子要保持收紧。如果站不稳的话，我们呢可以用一只手扶着椅子或者是墙壁。坚持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燃烧脂肪，不仅可以减肚子瘦腰，对瘦大腿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运动，平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久坐不动，要不然容易让腰腹部脂肪堆积。多注意饮食，多吃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晚上吃完饭后可以出去散散步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哦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，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一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。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长。耳鸣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，那耳朵总是嗡嗡响，想起来呢让人很是心烦，而且呢对听力也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耳鸣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
在我们耳朵前面呢，有3个穴位，分别是听宫、听会、耳门。那我们在按摩的时候，不用特意的找准穴位，只要把我们的嘴张开，然后耳朵前面会有一个凹陷处，用手指指腹呢，轻轻的揉搓这里就行，左右都要按摩，每次按摩5分钟。那按摩这里有聪耳开窍的作用，能帮助缓解耳鸣。那平时多按一按，还能够帮助预防耳鸣的发生。50岁之前，若这3处出现白发，可能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第1处后脑勺，如果50岁之前后脑勺出现了白头发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中医认为后脑勺和头顶是肾脏的反应区，所以后脑勺出现白发，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补气血和黑色的食物，有助补足肾气。第2处两鬓，两鬓是肝脏的反应区，如果两鬓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肝火旺盛、肝炎等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建议大家少熬夜、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可以多吃一些护肝食物。第3处前额，前额是脾胃的反应区，如果50岁之前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脾胃不好导致的，建议大家管住嘴，少吃辛辣、油腻还有冰冷的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注意保暖，有助脾胃健康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出现白头发就要小心了，最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好及时调理。人上了一定年纪后啊，头发是会变白的，这也意味着呢你衰老了。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了白头发，其实有些白发可能和我们身体健康有关。那下面这3个地方长出白头发要留意哦。1. 两鬓长白头发，通常我们两鬓啊和肝脏有关，如果出现白头发，可能是肝火旺了，或者呢肝血不足，所以要是两鬓长白头发，要注意养肝。2. 前额长白头发，那前额就和脾胃有关了。如果这里长白头发，还经常有腹胀、胃酸、口臭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脾胃不好了，调理脾胃最重要。3. 头顶和后脑勺长白头发，这2个地方和膀胱和肾脏有关系。如果白发长在这2个地方，而且还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小便不流畅的情况，就要注意养肾。冰箱坏得更快的3种食物，你知道几种？尽早告诉家人。第1种，黄瓜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买回来的黄瓜放在冰箱，没2天就已经腐烂了。这是因为黄瓜放到冰箱里，一旦触碰到冰箱内壁，表皮出现进水的情况，就容易出现腐烂。那建议大家放在干燥、洁净、不要太通风的阴凉处，会更好一些。第2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大家也喜欢将吃不完的西红柿放在冰箱内。西红柿若是经过低温冷冻后，很容易变质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将它洗干净，放在保鲜袋里冷藏起来。第3种，青椒。青椒是家里经常会用到的食材，不过青椒最适合储存的温度是7到8度。如果在冰箱中放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被冻伤，出现变软变味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将青椒放在干燥的阴凉处保存，还可以用报纸将青椒包起来，这样会更好。所以大家在买菜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少买，只要够当天吃的就行，要不然放时间长了，食物变质，这样就很浪费。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呼吸好，那么肺就要好，所以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季节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养肺。肺不好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食物——百合干儿。百合呢，很多人都熟悉了，用来煲汤做菜熬粥都挺好的。其实呢，用百合干泡水喝有很好的养肺、润肺、宁心、安神的功效，所以呢，肺不好的人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那想要肺更健康，除了用百合干泡水喝，还要少做2件事。1. 少忧愁。如果你总是悲伤忧愁，这样很容易消耗气阴，对肺部有很大的伤害。2. 少抽烟。香烟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长时间吸烟会导致肺中堆积大量的毒素和垃圾，对肺部健康不好。所以呢，平时应该少抽烟为好。我们天天都要呼吸，那么肺对我们就很重要了。但是由于空气污染，再加上很多人吸烟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肺都不太好。那肺不好大多有3种表现：第1，咳嗽比较严重；第2，肺活量下降；第3，呼吸出现异常。那肺不好该怎么保养呢？
今天木子呢给大家推荐常吃2种食物。莲藕有句话呢是这么说的：何莲一身宝，秋藕最不仁。莲藕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那肺不好的人多吃一些莲藕有滋阴润肺的效果。鱼腥草，鱼腥草呢又叫折耳根，也是养肺的好食物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肺热、排毒，有利于养肺润肺。得了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